美国冰川国家公园突发惨案，一夜之间2名少女惨遭棕熊活活吃掉，现场惨状令人作呕。据《太阳报》报道，1964年8月12日，28岁的朱莉·赫尔格森和罗伊·杜卡特在冰川国家公园的旅馆工作时相识相恋后，决定展开他们的第一次情侣露营之旅。那天，他们一路搭便车抵达国家公园山顶的观景点。当晚霞染红天空，湖面映照出如梦似幻的光影。由于那晚的木屋早已住满，所以他们决定在距离木屋仅1/4英里的地方扎营。夜色宁静，朱莉与罗伊相拥而眠。到了午夜时分，朱莉忽然被一阵微弱的动静惊醒，帐篷外传来窸窣声，像有什么东西在灌木丛里缓慢穿行。她瞬间屏住呼吸，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。她立刻伸手推醒罗伊，低声且慌乱地说：“外面有熊。”他们在旅馆工作时接受过野生动物的培训，知道这片公园里的棕熊有多危险。帐篷外，那头熊正绕着营地缓缓徘徊，低头嗅着背包和食物残留的气味。他似乎暂时还没发现藏在帐篷里的2个人。但下一秒，撕啦一声布料撕裂的声音划破夜空，熊的利爪闪过一道寒光，轻而易举地撕开那层脆弱的尼龙布料，帐篷仿佛被瞬间掏空。下一瞬，他那腥臭的獠牙一口咬住了罗伊的睡袋，猛地甩动起来，像拖拽猎物的屠夫一般，将他生生从帐篷里拽了出去。罗伊重重地摔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呼吸瞬间被疼痛打乱。他感觉到熊的獠牙隔着睡袋狠狠刺进了自己的身体，每一次咬合都像要将他连骨头一起粉碎。随即，熊扑到他背上，重量像一块巨石，将他死死压住。那庞大的兽躯上下起伏，带着野性的贪婪和暴虐的力量。他开始疯狂撕咬罗伊的背、腿，想要撕开这层碍事的布料，直接品尝猎物的肉。罗伊能感觉到骨头在咯吱作响，他突然想起了旅馆培训时的求生教导：遇到棕熊攻击时可以装死，因为熊不会对没有威胁的目标浪费精力。生存的本能让他迅速做出决定。罗伊咬住舌头，停止一切反抗的动作。果然，几秒钟后，熊停止了撕咬。他低头嗅了嗅，似乎觉得这个猎物失去了吸引力，没了反应。可他并没有离开营地，他慢慢直起身子，那双在夜色里泛着冷光的眼睛转向了朱莉所在的帐篷角落。朱莉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可看到熊调转方向向自己逼近，恐惧彻底击垮了他的理智，他忍不住发出一声颤抖的尖叫。就是这一声尖叫瞬间激怒了熊，他猛地跃起，扑向朱莉。锋利的獠牙闪电般咬住他纤细的脚踝，一股撕裂肌腱的剧痛瞬间窜上大脑。朱莉的尖叫声撕裂夜空，熊用蛮力把他拖出帐篷，像拖拽战利品一般拖向漆黑的森林深处。罗伊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继续装死，看着自己深爱的人被熊一点点拖走。尖叫声渐渐远去，最终消失在森林的黑暗里。罗伊心里的恐惧与绝望让他几乎窒息，但他不敢动。他知道，只要他一动，就会成为下一个被拖走的猎物。等到确定熊和朱莉都走远了，罗伊才慢慢撑起身体。他浑身是血，双腿剧痛，几乎站不稳，但他咬紧牙关，爬回营地，想拿一些装备和手电筒去追赶熊，救回朱莉。然而，他很快发现自己的伤势比想象中严重得多，血液不停从伤口流出，视线开始发黑，头晕目眩。他知道，如果此刻倒下失去意识，朱莉就再也没有任何生还的希望了。罗伊咬碎后槽牙，拼尽全身最后的力气，踉踉跄跄朝最近的山间小屋跑去，希望能找到人求助。途中，他碰到了唐加勒特，这名露营者正安然地睡在靠近小屋的帐篷里，对之前朱莉的尖叫声和熊的动静毫无察觉。罗伊立刻把他摇醒，气喘吁吁地告诉他刚才发生的惨剧。就在罗伊和加勒特急切交谈的同时，山间小屋的窗户里逐渐亮起了灯光，其他住客也被远处朱莉绝望的尖叫声惊醒。加勒特明白，必须让小屋里的人立刻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，但要是他们再跑过去解释，恐怕朱莉已经撑不到那一刻。于是他猛地举起手里的强光手电，朝小屋的方向用莫尔斯电码打出了紧急的 SOS 信号。小屋里的人认出了这是求救信号，立刻探出窗户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加勒特和罗伊大喊有熊，一瞬间小屋里炸开了锅。一位常年研究野生动物的自然学家琼德·弗罗反应最快，他冲到桌边抓起电话，拨通了紧急救援电话。而站在门口的史蒂夫·皮埃尔，一位在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美洲原住民，他当机立断召集了几位胆子最大的游客，拿上手电筒、应急用品，
带队往森林方向冲去。与此同时，琼的报警信息也迅速传到了森林巡护员的无线电里。他们立即展开紧急救援，几分钟内，一架配备红外热成像与夜视设备的直升机就被调派到现场，像猛禽般划破夜空，悬停在黑暗的临海上空，搜寻朱莉和那头失控的熊的踪迹。此时的罗伊情绪已经彻底崩溃，他失血过多，脸色苍白如纸，却还泪流满面地哀求所有人跟他一起回到森林救朱莉。但琼却极力劝阻，告诉大家，在护林员赶到之前，贸然进入森林是非常危险的。可话音还没落下，史蒂夫和他的小队已经发现地面上有一条蜿蜒的血迹轨迹，从营地一路延伸进幽暗的林子深处。他们小心翼翼地沿着血迹深入森林，边走边不停地呼喊着朱莉的名字，声音在林间回荡。然后奇迹发生了，在无边的寂静里，他们捕捉到了一声微弱的回应。众人加快脚步，循着声音推开浓密的灌木丛，找到了朱莉。她躺在潮湿的泥地上，身上大部分衣物都已被撕烂，血肉裸露在寒冷的夜风中。她的皮肤上布满了深可见骨的咬痕、抓痕。她因为大量失血，虚弱到几乎无法呼吸，她活下来的希望几乎渺茫。但即便如此，没人愿意放弃。他们蹲下来，握住她冰冷的手，轻声安慰她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抬回了小屋。木屋距离医院有数英里远，朱莉随时可能死去。人们慌乱之中请来了小屋的神父，罗伊泪流满面地陪伴在他身边，听着神父低声念诵主祷文。8月13日凌晨4点13分，朱莉在微弱的呼吸声中咽下最后一口气，冰冷的身躯永远停留在那片原始森林的阴影下。她成了冰川国家公园历史上第一位死于熊袭击的人，但这并不是终点。仅仅4个小时后，死亡的阴影再度降临。8英里外的麦克唐纳山庄，5名员工结束了一天的辛苦工作，终于可以在营地里放松休息。他们分别是保罗·邓恩、米歇尔·库恩斯以及兄弟雷和朗尼尔森。他们在营地里轻松闲聊，享受片刻宁静。然而，一只巨大的棕熊突然出现在附近，迅速闯入他们的营地，翻找食物。这群露营者吓得屏住呼吸，完全不敢出声，只希望熊不会注意到他们。熊缓慢离开后，大家立刻决定换个营地，希望避开这只危险的动物。可他们低估了熊的执着。深夜里，那沉重的喘息声一次又一次传来，熊开始围绕新营地嗅探，抓挠食物袋，试图偷走更多食物。众人蜷缩在睡袋里一动不动，他们明白，只要发出一点声响或轻微的动作，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。没过多久，熊开始在他们的睡袋间嗅来嗅去。保罗突然意识到，他的睡袋没完全拉好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熊的鼻子已经探进了睡袋里，闻到了里面人类的气息。电光火石之间，熊猛地抓住睡袋，开始疯狂甩动。他本能地拼命挣脱，终于在熊完全发起致命攻击前，从睡袋里狼狈钻了出来，跌跌撞撞地往营地旁的一棵大树跑去。他知道熊已经发现他们了，再装死也没用了，于是他大声呼喊：“快跑，别躺着了！”突然的动静吓了熊一跳，几个人立刻从睡袋里爬出来，四散奔向树林。熊愣了一瞬，很快反应过来，低头继续嗅着地上遗留的睡袋和气味。可怕的是，他们少了一个人，米歇尔。米歇尔一直留在原地，躲在睡袋里，企图装死，因为他一直被教导，遇到熊袭击时应该保持静止。但这次装死没能救他，熊很快发现了他，咬住了他的手臂。米歇尔立刻绝望地尖叫起来，但剩下的人根本无力救他。几秒后，熊拖着米歇尔往森林深处走去，他的惨叫声在夜空中回荡，传出好几英里。惊恐的幸存者们只能躲在树上，直到天亮。天亮后，他们没找到米歇尔的任何踪迹。惊魂未定的几人立刻放弃营地，沿路徒步返回山庄。途中，他们先经过了护林站，冲进去后气喘吁吁地讲述了可怕的遭遇，并说米歇尔失踪了。护林员们一开始愣住了，因为就在几个小时前，他们才刚刚处理过朱莉的袭击案。可随着幸存者断断续续的描述，护林员们意识到情况远比想象更糟，这意味着同一晚可能发生了2起致命熊袭击。护林员立刻召集所有能用的装备和人手，紧急赶往第2个营地。途中，他们遇到了一位神色慌张的当地渔民。那渔民说，他亲眼看到一只熊叼着一个女孩往山林深处走去了。护林员们立刻改变方向，直奔渔民指认的目击地点。当他们抵达那片森林时，眼前的景象令人几乎作呕。
林间的小径上到处是凌乱的血迹，一路延伸到米歇尔遗体的位置。他的身体已经残破不堪，四周都是被野兽啃咬过的皮肤碎片和组织，场面触目惊心。护林员们愣在原地，心中充满愤怒与绝望。他们小心翼翼地将米歇尔的遗体收集并运回山庄。短短几个小时内，护林员们已经连续处理了2起熊袭击事件，这在冰川国家公园的历史上前所未有。悲痛过后，护林员们迅速设下诱饵和陷阱，企图引诱这只食人熊现身并将其击毙。起初，他们的努力一无所获，但第二天，其中一名护林员终于在林间与这头棕熊正面遭遇，经过一番追踪与埋伏，最终将它击毙。解剖结果显示，熊的胃里残留着米歇尔的遗体。就这样，冰川国家公园从零死亡记录，在一个噩梦般的夜晚，变成2人惨死的悲剧之地。